一边接电话，一边回邮件，一边看书，一边看电视。你是一个善于一心多用的人吗？一心多用，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很棒的能力，但是神经医学研究发现，一心多用不仅会影响工作效率、质量，还会让人变笨。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考拉书屋，我是 Kiki。我会在这里分享一些职场和个人生活可以参考的读书笔记，希望你喜欢。我们现在的工作和生活中，一心多用好像已经成了很正常的状态。办公室里一边开会一边回邮件，一边打电话一边处理手头文件的人，好像比专注于一件事情的人多得多。甚至有些用人单位还鼓励一心多用。在家庭生活中，我们常看到的场景也是一边看书一边看电视，一边辅导孩子功课一边刷手机。繁忙的工作和生活让我们自然不自然地进入了这种状态。可是神经医学的研究表明，我们的大脑机能不适合一心多用。表面上看起来我们是在同时处理几个课题，实际上大脑是在强迫自己在各个课题间做着高速切换。麻省理工的厄尔米勒教授说，如果你觉得自己可以一心多用，那其实只是一个错觉。拿一边看手机一边开车的例子来说的话，我们自己觉得我们可以同时驾驭这两件事，其实大脑却不得不在1秒钟内完成数次状态切换。这样做其实是大大降低了我们的专注力，导致错误的判断，造成事故的发生。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国家都禁止边开车边看手机。书中说，一心多用就好像是我们看电视的时候不停地换频道，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翻看了很多频道，不仅什么都没记住，还眼前发晕。一心多用就是让大脑不停地换频道的状态，它不仅会分散注意力，还会让错误的发生率大大提高。有实验证实，一心多用会导致工作效率降低40%，同一件事情花费的时间会提高50%，错误率也会提高50%。更可怕的是，一心多用还会导致我们的理解力、记忆力降低，精神压力增大。通过 MRI 观察，一心多用会导致大脑无法对事情的重要性和优先顺序做出正确的判断。这种压力会造成大脑无法正常运转，长期如此会导致脑神经细胞的萎缩。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学会一心专用。繁忙的工作和生活可能让这件事情的实现变得有些困难，不过作者还是给出了我们几个方法。一，创造可以集中注意力的环境。你是不是那种手机响了马上要看的人？而且是不是还有人就算是手机没响，过个5分钟也要拿起来看一下？作者说，现代生活中手机成了分散我们注意力的主要角色，而且我们每一次拿起手机，再重新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回眼前的事情，都需要花掉25分钟的时间。作者说，为了摆脱这种状态，我们在工作和会议的时候，可以把手机调整为静音模式，或者将其放置到视野以外的地方，甚至在特别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时候，可以考虑关掉手机。另外，要摆脱时不时就想查看一下手机的习惯，可以给自己规定几个固定的看手机的时间，例如早晨30分钟，中午30分钟，晚上1个小时。Kiki 曾经忙的时候，有时一天会收到几百封邮件， Outlook 的通知会不停地蹦出来，经常会打断工作的思路。以前我是来了邮件马上看马上回，有一段时间我需要在短时间内准确地计算2000多人的工资，发现邮件通知和 Skype 的短消息会影响自己，所以
在进行工资计算的时候，我会关掉 Outlook 和 Skype， 同时还会在 Skype 的标注里写上今天下午4点以前有要事处理，请勿打扰。另外，关于注意力集中的环境，作者还提到了我们的办公桌卫生。混乱的办公桌也会同样造成注意力的分散，所以一个整洁的办公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2. 突然想起来的事情记在便利贴上。你肯定有过这样的经验，开着会，哎呀，完了 Lucy 的申请我还没批示，写着报告啊 Zara 上周向我借的钱还没还，还有老妈过生日的餐厅还没约。作者说，这个时候我们要善用便利贴，想起了什么事情的时候马上记录下来，然后立刻忘记这件事，将注意力迅速转移回刚才正在做的事情上。如果不这样做，你就会一边做手头的工作，一边惦记着这个突然想起来的事情，那就又成了一心多用了。3. 在集中精力工作的时候，不必回应所有人的搭话或者电话。有些人会觉得这样没有礼貌，即便是忙得不可开交的情况下，也是一边做事情一边回答别人的问题。其实这种一心二用的状态，既会影响自己眼前的工作，又会让对方觉得你对他的事情心不在焉。所以当自己正在集中精力做事情的时候，你可以告诉对方，我在忙，30分钟后回复你。4. 重要的事情、费事的事情，优先在早晨完成。帕雷托法则，我们总是被生活中那些80%的不重要的事情占据了重要的时间。作者说，要做到一心专用，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找出重要的事情，并趁早解决掉它们。如果你先从不紧要的事情开始做的话，总是会一边做事一边惦记着，哎呀，我明天要向客户报告的材料还没做，哎呀，社长让我调查的数据我还没有调查。一早晨就解决掉这些重要的费事的事情，会让我们一天都觉得神清气爽，也有利于提高我们对接下来的工作的专注度。简单的总结一下，我们这些看起来可以一心多用的人类，其实脑的构成限制了我们的这种能力，而且长此以往，不仅会影响工作的效率、质量，还会导致记忆力、理解力的减退，甚至脑细胞的萎缩。所以我们要学会一心专用。今天介绍的方法有4个： 1. 创造可以注意力集中的环境； 2. 突然想起来的事情记在便利贴上； 3. 在集中精力工作的时候，不必回应所有的人的搭话或者电话； 4. 重要的事情、费事的事情优先在早晨完成。 Kiki 觉得一心专用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提高自己应对工作的满足感。你肯定有过那么几次，做一件事情做到专注，突然间缓过神来，发现天已经亮了，也不知道为什么时间过得那么快，可是这个时候没有疲累，却有一种充实的满足感。另外 Kiki 觉得，以我们现在的工作状态来说，什么事情都做完一件事再开始下一件是不太现实的，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一心专用，因为我们可以为每一个事情设定一个固定的时间，例如8点至9点准备第2天的会议材料，9点至10点参加新人面试，10点到11点再重新回归会议材料的准备。还有就是适时的休息、运动、补充营养，增加多巴胺的分泌，也可以提高我们的专注力。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谢谢你的观看。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请点赞、订阅、留言、分享。Stay happy, see you.